好，我是柏林。瑞士策马特第2天的早晨，幸运的看到黄金日出的马特洪峰。我跟小猪带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出发滑雪，结果雪龄只有3天的我摔得超惨。但当看到山顶上的美景之后，所有的狼狈都值得了。这支影片是我们实际滑雪的真实记录。如果你也想知道第一次在策马特滑雪是什么样的体验，这支影片你绝对不能错过哦。早安，策马特！我们今天要来滑雪。从我们住的地方走路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买雪票跟搭缆车上去滑雪的地方了。我跟小猪雪龄3天，准备登上瑞士马特洪峰，既期待又有点害怕。卖雪票的地方，它是可以用自动贩卖机的。这边滑雪成本蛮高的，就换成台币大概要3700、3800，还可以加购5块瑞士法郎的保险，所以一个人是111元的瑞士法郎。好处就是说也可以刷卡，在欧洲这边看到滑 ski 的比例还是蛮高的。这张就是我们在策马特今天的 ski pass， 我们搭8点48往格内拉特。这边的雪看起来也太赞了吧！哇哦！我们抵达了目的地格尔内格拉特，现在开始在飘雪，蛮美的。我们现在看到那边蓝蓝的，它就是冰川，颜色跟旁边的不太一样。上来滑雪的大家现在目前就是在这边整装待发，等一下就从前面那边滑下去了，跟着小猪来暖身。这趟的目的就是上来滑雪、拍照，不要受伤，安全回家。没错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第一趟暖身我就跌了2次，小猪很厉害，很快的就滑下来了。老师的得意门生。滑到一个分叉点之后，我们在这边稍微看一下风景。现在感觉山上的雾慢慢的散开来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那个应该是马特洪峰。对，如果雾散开来的话，就可以拍照，应该蛮漂亮的。这边的雪场啊，地形是比较适合 ski， 超多这种平坡的，我们可能就是要把雪板脱掉，然后用走的。snowboard 你要单脚这样滑，超累。大会报告，第一趟摔惨了，要克服那个心魔。但还不错，就是刚刚有成功几个 C turn 啊，就是还没有玩到 S。希望说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边成功个 S 这样。等车的时候发现马特洪峰尖尖的地方跑出来了，等一下往上去应该它的能见度会更好。现在山上能见度超好，刚顺利的拍完照片了，成就解锁，继续滑雪，我的第2趟。现在有一些比较平缓的坡，在这边 S 比较能够长，太斜的地方就基本上我都弯不过去。这边很多 ski， 先让他们过去好了。Nice！ 外国人滑 ski 都很 chill。当然这斜坡比较陡一点，直接偷塞下去好了。超陡的，不敢 turn。要 turn 吗？果然是喷飞了。这个蓝线有够陡的啦，这已经是这边的 slow slope 了，超斜。这要怎么 turn？ 我看我偷塞下去好了。小废物要地上翻滚了。Nice。OK。这边看一下马特洪峰，
第二趟我们滑38号路线，我觉得这边看到马特洪峰的景色是比较近的，而且马特洪峰看起来比较大，很壮观。在这边你就是会遇到一直有上坡的情形，这时候就羡慕玩 ski 了。我们刚刚滑到 Riffelberg 这一站，摔得有点累。Riffelberg 这边有这种缆车，因为下面的线难度都比较高，如果没办法滑下去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一样，就是搭缆车下去。这边就是 Riffelberg 的港多拉，找一台舒适的缆车，我们就可以往下搭啦。这种港多拉的缆车就是舒服，室内的，然后雪板可以放外面，蓝天白雪，超级漂亮。这台缆车呢，它会这样一路开到这边有一站叫做 Fury 这站还蛮不错的，就是你可以直接再搭一台更大台的缆车到马特洪峰冰川天堂，这个应该就是这边最高的，然后标高3883公尺。搭缆车蛮快就到 Fury 的，我们现在要搭乘 Fury 这一班马特洪 Express。我们现在搭乘这个缆车其实超高的，如果有惧高症的人应该是没办法，因为就连我都觉得有点害怕，超高超恐怖。我们刚才在上山的过程有稍微用 Webcam 看一下，就是 Glacier Paradise 现在超雾，所以我们决定就是在中间其中一站，找间餐厅坐下来。点个2杯咖啡来喝一下。山上的物价本来就比较贵，2杯咖啡差不多就10法郎。小猪说已经累了，想回去睡觉了。我们现在在2939公尺这一站，喝完一杯咖啡，简单补充一些能量之后，等一下想要挑战看看这边的红线。这边红线看起来也是蛮难的，不过我们就想说，大不了就是用落叶飘下去，然后希望能够顺利挑战成功。跌倒。我今天到此为止了。我们算是成功了解锁红线，最后真的很陡，我们都用落叶飘下来。重点是你跌倒之后还刹不太住。我意在就是马特洪峰滑雪，成就打勾，然后拍照拍完了，安全回家最重要。对，安全回家更重要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法国之旅，还有法国，所以今天算是安全下装了。然后重点是那个救护直升机一直在上面飞来飞去，我压力很大。然后我们就是跌倒的时候，这边滑 ski 的外国人他可能都会稍微的问候一下，说 Are you okay? Are you okay? 为什么没有人问我？小猪好可怜，都没有人问候他好不好？好了，算是成就解锁。过程有找了几个比较缓的坡，然后玩了一下 S， 有成功。OK， 我心满意足。后面还有巴黎之旅。所以安全下装、安全回家是最重要的。就是欧洲，我们在这边早上玩那个 Blue Line， 它其实应该是这边最简单的坡。可我说实话，它就是坡道很窄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心里有点压力。跟我们在日本滑的那种很宽的不一样，你没办法有个心理准备说你可能等一下慢慢turn过去。很窄，所以你旁边可能就是有个很高的、很大幅度的高低差，而且掉下去，你整个人就没了，你就整个人就白了。红线这边的话，一刚开始前面我是觉得，怎么这么宽，好像蛮好滑的。后来我发现红线大魔王是后面的陡坡，就是沿路你落叶飘下去，我觉得那个压力也是山大，重心会自然的往后，不敢往前压，然后你就会稍微的喷出去。
然后就是很多 ski 的，我就想说先让他们通过，然后我先偷赛确认一下后面没人，我才敢说，心理准备好之后再来腾一下这样子。跟小猪一起来欧洲策马特滑雪，就很开心的。我们今天也有跟马特洪峰拍到照，重点都有经历到，重点都有经历到。马特洪峰早上有露出来，然后呢，日出有拍到黄金三角，然后拍完之后呢，就上山滑雪，然后有拍到跟他很近的照片，然后解锁红线。然后无限搭港兜啦，这就是雪票值回票价的方式，好不好？没错，因为它这一趟，其实如果你没有滑雪的话，它每一趟上来的路线你都要单独买，它没有那种一日券。所以雪票虽然很贵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累了，跟我一样就是很废，那我们就来缆车大到饱，就是沿路搭缆车欣赏风景，拍给你们看。而且风大的时候，它还会晃一下，真的是蛮恐怖。然后你说风大还会怎样？咻咻的声音，咻咻咻咻。刚刚我们搭的那台缆车呢，它是有经过 Flury， 所以我们不用在那边下车，你可以直接继续往下搭，就到策马特。昨天有来看黑面羊，知道这边有一个公车站，所以我们可以搭571的公车直接回我们的 B&B， 算是蛮方便的。你看前面这些人都是在等公车的，帮我们一起来排队。这边也会有这种电动车，算是他们这边当地的计程车吧。价格不知道多少钱。现在时间下午3点，小猪看起来已经精疲力尽了，要赶快带他回去休息。回到我们的 B&B 啦 ，B&B 这边呢有一个 ski room， 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雪具放在这里，大家都把很多东西都放这里。回饭店休息耍废了一个下午，现在要来还装备啦。要去还装备的路上，可以再欣赏一下马特洪峰。冬天日落的时间会比较早，现在已经快要6点了。最后再用眼睛多记录一下这个美景。还雪具超快，拿进去店里面呢，给他避一下条码，他确认没问题之后呢 ，OK， 拜拜 ，Thank you。现在来到一间巧克力店，这边巧克力很有名的就是它有做马特洪峰造型的巧克力。看到的巧克力就是这个马特洪峰造型，怎么样？那里面长这样，跟外面那个牌子很像啊。刚才店员给我们试吃，口味好像还好但他一个真的卖蛮贵的。就是他要先把白巧克力放在模具里面，然后大家冷却都再放黑巧克力，然后因为他那个都要入模的，他都手工做的，然后不是机器做的。主要是工法很复杂，就是有人扯到人就贵啊。OK， 人力费用，但我们吃起来味道是还好，所以最后就没有买了。我们路过了一下策马特的麦当劳，还有特别为了融入策马特小镇，所以把装潢弄得跟旁边的房子差不多。趁小猪去超市补货的时候，稍微讲一下这次来策马特滑雪的一些小心得。你们是真的目的是来策马特这边滑雪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至少安排个3天。它这边1日券是真的蛮贵的，然后我们有看到说它还有3日券，还有其他蛮多天的一个雪票。越多天的话，其实越划算。策马特它跟意大利靠很近，所以它的雪场它是可以到山顶上，然后再滑到另外一边意大利的，就是有这种跨国的 pass 可以玩。所以就是如果真的很会滑雪的话，你们可以考虑买那种跨国 pass， 就是你可以来策马特那边玩，然后顺便滑到一下意大利，顺便也到意大利踩点这样子，我是觉得蛮有趣的。还有就是我真的非常推荐，就是你们一定要下载这边当地的 app， 因为它上面你可以观察一下，现在山顶上的一个状况怎么样。像我们今天就看了 webcam， 就发现到说那个冰川天堂，它根本能见度超差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不要浪费时间上去，因为你搭缆车上去也是要花蛮多时间的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滑到其中一站，然后就慢慢滑它的红线下来，也算是我们第一次滑红线解锁这样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来策马特亲自滑雪的一个心得分享。那就在这边结束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OK， 这集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